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张骞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前立委李胜峰，一人好，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哥也会加入我们节目现场。好，观众朋友们，持续要带大家来看到啊，现在中国的打击能力啊，被很多的国家认为哦，它有扩张远程打击的能力。那很多人当然觉得这是一种威胁哦。我们先看到这是澳洲智库罗伊研究院，他们在今天呢发布了报告当中哦，有警告说啊，中国已经有能力对澳洲来进行直接的飞弹打击，而且随着北京不断的增备远程及音速武器，而且在南海主导，说相关的威胁哦是正在升高当中。好，那这个对澳洲直接进行飞弹打击哦，他们智库说的是哪一个呢？说的就是东风27。好，这是中国的远程弹道飞弹哦，它搭载的超高音速滑翔弹头，能够精准的反舰跟对陆打击，好，射程达到5000至8000公里，好，可以直达夏威夷跟第二岛链外。好，所以呢，过去大家讲到中国大陆的威胁哦，还在讲第一岛链，不，人家已经在往看第二岛链去了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哦，这个东风27哦，其实就是最外围的这一条紫色的。好，那当然就涵盖到澳洲的部分哦。所以现在澳洲对于中国大陆的扩张打击能力哦，它现在是认为有威胁性的。好，那我们也看到啊，第二岛链之外，第一岛链现在啊也很多的敏感性哦，包含了是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啊，他们在14号宣布哦，第2水上战群所属的护卫舰加贺号已经在9号从广岛县武港起航，好，展开2026年度印太派遣巡弋任务。那后续预定哦，将访问的是多个印太友邦，而且举行的是联演，那要持续跟多边安全的合作深化。好，但问题就是你看到他们的这个政府哦，对于这个海上自卫队哦，也特别的大秀肌肉。但问题就在14号的下午，还蛮多日本的民众竟然在东京这边来进行抗议。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画面哦，就是抗议的现场有好多的民众啊，他们是头戴着写有"反战和平"的字样头盔，然后高喊是反对修宪、阻止战争哦。在东京街头发生这样的状况哦，大家想说啊，现在哦，日本的国内敏感的情绪好像也蛮高涨的哦。好，那日本的国会议员呢，洞口朋子啊，他其实也特別对于安保3条件哦，他有一些说法，我们来听一下。安保3文書の改定と、そして来年の春には改憲を発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いて、やはり何のために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たときに、やはり日本が再び中国、アジアに対する侵略戦争を開始するということの表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好，刚刚看到了一位是议员，一位应该是民众哦。他们大家呢都对于现在哦这个日本政府，也就是高市早苗政府哦，他们的作为认为可能有一些战争的趋向。那当然，我们之前有曾经讨论过啊，在他们的教科书上面已经对过去侵略中国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也没有进行一些道歉哦。所以呢，我们原本认为啊，好多人可能对于中国的日本现在的这样作为可能是赞成的。但你可以看到，其实民众还是非常清楚他们认为是有一些战争的趋向。好，那当然看到很多的民众是反对现在高市政府的作为。好，那当然菲律宾这边也有一些动作毕竟6月14号是川普的生日嘛，所以呢他就提到了非美之间持久的关系。好，小马克士啊是直接祝川普总统生日快乐。他说啊，仅代表菲律宾人民来祝您身体健康、幸福安康而且在新的一年继续取得成功。那愿在菲律宾跟美国之间的长久友谊，未来的岁月当中里要继续的加强。好，那当然也看到的是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了马尼拉。好，那这个时候马可是正在寻求加强国防、贸易跟印太地区的关系。好，那因为根据菲律宾官员说啊，这次的访问正值
两国啊寻求深化在国防、海上安全、气候变迁、再生能源、贸易投资跟印太地区更广泛的区域稳定方面的合作之际。好，所以呢都在强化彼此盟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看到，跟日本一样虽然政府不断的是跟美国关系良好。但问题是他们的国内抗议美国的声音也不断我们来看看，这是13号菲律宾竟然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美国的行动。那当然这个现在举的牌子就是川普了嘛。那很多人是拿着旗帜抗议游行示威认为呢这个美国你看到他写什么？他写 Trump 他写说 criminal 他认为呢这是一场罪行的战争。好，那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是中国扩张远程的打击能力，现在东风27让澳洲的智库提出了示警。好，我们先问顺丰委员怎么看现在中国大陆的武器发展？我很简单问大家一件事情：美国的导弹是全世界第一吧？美国的核弹都是全世界第一吧？那么他对世界说这叫和平，却打了几十年的战，中国的数量、质量可能都不如美国。那么40年来没有打过对外一场战争，然后他说是威信，希望西方改改你们的思维逻辑吧，也希望国内这一些直美派也改改唯美是从的思考吧。把我刚才那两个对比，今想讲就好。讨论这个是纯粹希望挖的坑，要我们去讨论的。今天要跟讨论的是美国有多少对准了谁，发动了多少次的战争，这个才是讨论的嘛，因为深受其害嘛。那一个还没有的，你们哇哇叫什么？白种人的优越不要优越成这个样子嘛。但第二个呢，这个菲律宾这算了，真的这个小丑跳梁跳到最后会被大国抛弃，就是这种国家。举个例子，德国总统访问我讲给他，你看德国的宪政体制就知道嘛，总统是有名无权的，权力是在这首相有权力的你没有找来，没权力的你拿来怎么样子？也是要玩个游戏是吧？那其实我的重点是要摆在澳日联盟这一个观点上。1980年，李光耀讲了一句让澳洲人很扎心的话，他说呢，假如你们澳洲继续只是吃着老祖宗的矿产呢，第二个呢，采取对亚洲国家的避免封锁，然后呢，以这个白种人骄傲自居，你们将会成为亚洲呢这个什么样子呢？白人的垃圾。哇靠，这个很重亚洲白人的垃圾耶。是的，当时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今天呢，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日本跟澳大利亚这两个合起来，还真是烂兄烂弟啊。那我们现在先不讲日本，先讲澳洲。澳洲的心态到今天为止是心里装的是欧美，位置站的是亚洲。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要让自己成为亚洲的一员，或者要成为央哥的萨克逊在亚洲的代言人。今天你们殖民亚洲的时候，你作为央哥的萨克逊在亚洲的代言人，或许你还可以叫老大。但是当今天亚洲的崛起，东南国协的崛起，这些已经占据世界经济那么重要分量的时候，你还是继续要当白种人在亚洲的象征代表的话，那心向着欧美，地踩着亚洲，然后蔑视亚洲的这一切，你迟早还是会成为李光耀讲的亚洲白种人的垃圾。你不要不服气，真的会这样。那么讲过了就要看日本，日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西方的一员，日本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亚洲的一员，所以他叫脱亚入欧。所以世界上谈到西方，日本是列在西方，日本不列在这个亚洲。可是孙中山早就提醒过日本，你要做东方王道的干城，或者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看得出来，日本在二战以后被美国压了几十年，现在呢，美国准备从亚洲撤退了，所以就把你怎么样子删出来了。结果他真的很高兴，就让出来了。你是要成为亚洲的这个干城呢，或者要西方霸道的鹰犬？很简单，所有东南亚国家，这个整个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体，或者东北亚重要的经济体，你看
除了台湾赖清德政权跟你眉来眼去之外啊，有哪一个国家跟你眉来眼去？有了，现在你拉了一个菲律宾小弟来跟你眉来眼去，改变能改变什么？精力、实力，你什么都不能改变。你今天依你日澳两个的联盟，可以改变中国大陆在第一岛链的影响力吗？你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吗？你有能力来介入台海吗？你有能力来介入东海吗？你有能力来介入南海吗？都没有啊！没有，你两个是你生金的还是生穷的？那玩真的玩假的嘛？这个真的，我搞不懂。日本这一些的政客现在在显的是什么？无力抗中，仍然要硬扛。别忘了，美国在后面的煽风点火，成了美国收割，败了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通通你们来扛。但是那个时候代价就非常的大了，尤其日本。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跟这几个国家不太一样。日本那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啊，只要反华飞机点了，就是憋起来，我不骗你。日本啊，不要让中国点这一把番子火了，反华飞机了。好，所以呢，现在在第一岛链，我觉得这个态势还是蛮紧张哦。那当然之前哦，就是也有来宾讲过说，看起来中日会不会在哪一天真的有可能一战哦？那这都会对第一岛链造成很大的影响。好，舰长怎么看？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等一下我第二个话题我会讲北京的战略定力，但是我第一个要讲哦，像刚刚委员哦说了很多日本人的一些东西，其实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都在说日本人，日本人可能非常的不服气，好不好？我现在把二战的资料整理一下，这是我今天早上才想通的。我就觉得，如果以目前有日本人哦，请你们自己摸摸良心看一看，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痛恨你们啊？我说第一个，二战的时候。德国犯下滔天大罪，全世界知道德国人就是德国人恶劣透顶了。为什么？他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日本人在二战的时候杀了多少的中国的老百姓？我先说军人，军人当然要上战场，你把这个军人杀了，这是你的责任，没问题。你知道我们的老百姓伤亡将近2000万，就是他不是军人哦，就在那里，他没有枪啊。你就把他给杀了2000万啊！好，你说这2000万那个时候是战争嘛，总是这样。好，我现在说给你听，二战的时候有一个比例哦，等一下我说给你听，你就知道。第一，这个二战总共死了这么多人，然后这个国家死的军人占这个百分比多少？如果说我举个例子，全都是军人，那他这百分比就是100%，对不对？所以百分比越高，就是他民众死的越少。二战的资料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美国。96%，第二个是英国80%，第三个德国65%，第四个你们日本50%，第五个苏联35%，大家知道中国多少吗？17%。所以军人死亡是17%，对，只占17%，其他全部是没有上战场、没有拿枪拿武器的这个老百姓。所以你就知道你们日本人是何等的可恶，杀这些无辜那也算了。你们有自我检讨过吗？那日本啊，大家可能不了解，日本不是一个有叫做什么宗教。我举个例子，好比说伊斯兰教崇尚这个阿拉，基督教崇尚基督，佛教可能释迦牟尼。日本什么教你们知道吗？日本是神教。神教崇尚是大自然，那日本人的神是谁？大家想过没有？你去查查看，你就知道，就是那种他们认为他们为日本做出很大贡献的人，然后能够到庙里面，就像我们的关公，我们就崇拜他，从此他变成神，这就是日本神的来，你知道吧？这个叫神教。那日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叫楠木正成，他曾经说的话叫做欺身报国，就是他为他的主子。死掉了，然后他在那里去拼命，然后最后他弟弟在他旁边，他弟弟最后说什么你知道吗？他弟弟最后问他说：“哥哥啊，最后你有什么愿望？”楠木正成说什么？我真希望我有7条命，每一条命都为我的这个主子去拼命，所以他变成了在日本变成了神。好，日本在2次大战是不是有14个甲级战犯？你们知不知道这14个人现在在日本人的眼里是神？在哪里的神？你们知道吗？靖国神社韦氏
有空到靖国神社看看，这14个人摆在那里，他们是日本人认为的神，就是他杀了这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可是最后一点检讨的心都没有，他们却认为这些人，这14个甲级战犯是神，对吧？这就是我觉得日本人你们真的要检讨一下。是，那我也认为，你试试看日本敢不敢打中国？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现在太强大了。那中国的定力也就是你不打我，我不打你，那他不敢打他的。那我认为中国的就是现在的发展就是2个，第一个经济发展，然后再来富国强兵，基本上他不会跟着你在那个摆动。好比说王毅说的，他强由他强，清风佛山港，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就是我守住自己，按照我的节奏和原则，我只做我自己的事情。好，但是因为刚刚讲到的，就是有点这个民族国仇家恨的情绪，然后所以很多人还是会讨论到说啊，中日之间哦，可能这个战争或者是冲突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啦。好，我们亮哥已经到现场，亮哥你怎么看目前啊整个第一岛链的态势？我觉得还是一样啊，就是日本跟菲律宾还是做他本来在做的事啊。那目前也看不到国内有重要的挑战者，比如高市早苗，他民调大概下降，可是也维持在50到66中间，这个在各国的领导人的民调算高的，对，还是过半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中国大陆要出什么招啦。比如说中国大陆要不要到联合国挑战琉球地位，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局面了。如果你没有丢这种议题，那基本上就是日本在增加它的国防预算嘛，然后增加部署嘛。那中国大陆当然就是不断的穿越宫古海峡、穿越巴士海峡等等的，那日本也无可奈何啊。我觉得目前就是这个状态了啊。那至于这个日菲本来在谈这个海域划界，那中国大陆海警船出手之后就立刻停了，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没有进展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卡到哪里了，就是高市早苗就是坦白说了，他就只有这个议题啊。就抗中保日啊，他就只有这个意思。101招。比如说前一阵子他加了6兆日元，要带这个推动经济，也推不动啊。我认为他在经济到目前没有推出有利的政策了。那整个招统统都是抗中保日了，这个赖清德其实蛮像的啦，抗中保台跟抗中保日啊，可是你能有什么进展？有限啦，就是这样。好，我个人也觉得可能有限哦，因为大家听久了大家也会有一些反思。不然你看日本跟菲律宾的国内怎么都有那么多的示威抗议呢？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这一刻我们算是等蛮久的吧？好，美伊算是停战了吗？好，一轮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又突然有所变卦哦。但我们还是确实看到川普现在发文大赞是伟大的协议。而且他开酸历任总统全失败说只有他带来了和平。好，这场仗不是他也是他开始在打的吗？好，我们看到川普他讲说，过去有很多位总统试图跟伊朗达成和平，但是他们全都失败了。说史上头一遭找到一位能够帮他们实现真正和平的总统。那与伊朗的协议现在已经完成，说恭喜大家。好，但是他还是给了但书说如果没有办法跟伊朗跟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还是会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打击。好，可能会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好，所以伊朗
一轮刚刚才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止战哦，但确实是伊朗这边有一些讯息啦。因为刚开始早上的时候，我看到川普讲这个，我就很怀疑伊朗会不会又驳斥哦。那伊朗这边的副外长有特别讲说啊，正式签署的仪式将在19号瑞士举行。好，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应该是确定了吼。好，那我们看到伊朗的武装部队则说，我们这方是凭借着神圣而坚定的意志，来挫败屈辱的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敌人，以实力证明敌人除了接受失败、俯首投降之外，别无选择。好，所以呢，这个伊朗的副外长其实在凌晨上了电视，已经向国内宣布战争立即终结。好，那确实也看到今天在亚洲股市上面确实都是一片红这个是庆祝行情呐。好，那美国的民主党议员就怒批说川普要签的美伊和平协议本质上就是投降书。好，这是民主党的联邦众议员塞斯啊，他说美国纳税人已经在这场战争当中投入了1000亿美元。好，那包含了14名美国人丧生。那我们换来的协议仅仅只是重新开放了川普发动战争之前原本就畅通的海峡吗？他说这算是哪门子的胜利？好，其实这位民主党的这个联邦众议员也是讲了一个大白话跟大实话。其实在战争之前，赫姆兹海峡都是通行无阻的，是这场战争让现在的世界局势变得诡谲。好，那以色列现在也袭击了黎巴嫩的贝鲁特那伊朗联合国秘书长是进行谴责。好，因为呢他袭击的是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对他们发动了空袭，而且又造成了严重的伤亡。那当然，这画面流出来之后，很多人是认为以色列怎么都还不罢手呢？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就有特别发声明说，正值美国跟伊朗预计达成协议，那为透过和平方式来解决这场冲突铺平道路的时候，就这场冲突，也就是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部分的空袭，又对世界经济会造成严重破坏性的影响。那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则是也呛瞎说美国如果能无视以色列的利益，其实美伊就能做好朋友。好，反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就对了啦。好，那美伊协议签字前1个小时，以色列空袭搅局，川普其实是暴怒的。我们看他说什么又讲到纳坦雅胡的小名叫做 Bibi 啦。他说 Bibi 为什么非得发动这场攻击呢？他说我当时简直是气疯了。他说我也直接让他知道我的不爽，他根本毫无他的判断力。他说我就是这样警告他的。好，那我们也看到川普他现在又称赞到了习近平跟普京，说助攻美伊历史性的协议。那他就批评以色列总理难搞嘛，他就说纳坦雅胡非常难搞。说实话，他应该是要感谢我们完成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住。好，看起来川普跟 Bibi 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了。好，那当然最近因为世界杯，很多人也关注我们看到伊朗的队长在世界杯首秀之前他有做一些表示。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We are safe. This is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A, and they have to do that. Why not? Are you sure about your country? I'm not the one experiencing it, though. I mean, I'm not the player of a country who's at war. I have a question. Very from USA, yeah. Yes. Okay. Yeah. But you sure we are safe there? Well, Donald Trump has said at times that he wasn't sure he could guarantee your safety. Yeah. So. But how you see us as a politician, guys, or we are a sportman? Yeah. Of course. Trump has to see the same things. Okay. But we are sport. 好，你可以看到最后好像变成运动员在问记者那当然他就是认为他们现在在这个美加墨举办的世界杯可能会有一些人身安全的问题。好，那也有球迷无视于国际足总的禁令带着革命前的伊朗国旗到世界杯的比赛。好，那集训地点变更现在保安森严可能也会影响备战。那主要就是因为战争影响啦，那球队被迫要把驻地转到墨西哥，那训练的场地守卫森严。
演，加上多名的随行职员被拒参与，所以影响了伊朗球队的备战。好，那当局因应局势为伊朗队来加强保安。那除了在出入口进行多重的身份认证，荷枪实弹的军警也是全天候在下榻的酒店来戒备。那气氛本该是比较欢腾的世界杯比赛，结果看起来有明显的区隔。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也就是呢美伊签和平协议这件事情，看起来有一些据点了哈。亮哥，是真的吗？它基本上是分2个阶段。是。那第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先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的钱嘛，然后伊朗就开放荷姆兹海峡。那美国说要提供伊朗重建基金3000亿美元，我估计应该是海湾国家出的了。就只有这样，就只有这样。那和浓缩铀是第2阶段，就这个如果签了呢，那60天内就要来谈浓缩铀的问题啊。那目前这个部分是卡住的，因为美国希望伊朗承诺不再对浓缩铀做进一步浓缩嘛，是保证20年。那伊朗目前只愿意10年，所以美国乐观就说那大概会敲在15年吧。可是这个没有人知道啦啊。那伊朗并没有承诺他要把核设施拆掉，没有。然后浓缩铀也没有要交给第三国，没有。所以我严格讲，就是这个有关浓缩铀跟核武的谈判其实现在没有个谱啦。那川普这个就是吹牛大王嘛。事实上，他现在谈的条件比2015年奥巴马还要差。奥巴马那个时候浓缩铀只有3.67%，没有荷姆兹海峡的问题，也没有提供3000亿的问题，对不对？就你现在搞到伊朗只要愿意把荷姆兹海峡开放，你就要提供3000亿美金重建基金，然后还要把他的那个被冻结的资金240亿美元解冻啊，然后还要分阶段对他的经济制裁做取消，所以你这个谈判怎么会比奥巴马谈得好呢？所以你看众议员就说嘛，哪门子的胜利本来就没有胜利嘛，可是我跟你讲，他没有办法了，因为现在美国通膨 CPI 是4.2，那接下来还不知道会怎样嘞，所以我觉得他是急踩刹车啦，要赶快结束啊。那以色列，我认为去打黎巴嫩、打贝鲁特就是在报复，因为他完全没有被通知，而且就会排除在外。因为以色列如果被纳入谈判，那就不会有结果了。所以这又是第2个变数，就是以色列还会搞什么事啊？如果他对黎巴嫩啊、贝鲁特啦在做攻击，那你认为伊朗可以完全不管吗？这也是一个变数啊。所以我认为什么已经谈出了整个协议没有了，它是分阶段的。第1阶段目前是有共识，对，那第2阶段可能又是不知道。所以刚才亮哥我打个问号是对的吗？因为还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这个情形。顺风委员怎么看？我只有提几个角度给大家参考一下。是，第一个呢，就是川普会说他赢麻了。我在2个礼拜前我就讲，我说应该这个协议是签得下来，而且大致内容都 OK 了。现在只是怎么用文字让他回去可以说我赢麻了。结果现在发现文字好像也不能讲我赢麻了，干脆自己说算了。不就这样子吗？跟你讲跟你对嘛，自己说自己对，然后创下有史以来什么，反正所有的 sales 要讲的话，他都会讲。而且还要骂一下前面的总统对，然后里面都是 loser， 那么都失败了，只有我这成功了，你听听就好了。不过世界有它，人类有悲剧也有欢乐了。第2个呢，就是给台湾一个警告，给台湾一个警讯：美国跟以色列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当美国总统为了他本身即将面临生死存亡关键利益的时候，以色列又算什么？所以我跟伊朗怎么谈？你以色列是在餐桌外的，
你是不能介入的。我们台湾你就是要接受，你导弹我就骂你。朋友，想一想，台湾跟美国是什么关系？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已经跟中国大陆在5月份谈好了框架了。9月份还有后面的3次合起来还有3次的会面里，会谈出什么？假如美以的关系，为了美国，为了川普的利益，以色列都可以如此的被摆置，以美台的关系，我们被出卖，你觉得会有压抑吗？以色列还可以抗议说：“哦，我派个兵去骚扰一下。”我们不晓得要去骚扰谁，把菲律宾拿来揍一顿嘛。所以这一个很悲惨的事实啊，才是我们面对的。那最后呢，我想讲一下述职。述职这是一个纯粹啊，述职为了担心自己被收手、被起诉，来巴结这个川普的一个做法，而且利用6月14他生日那一天呢，来做开幕典礼。可是别忘了，世界足球赛的足球这个 style， 在美国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啊。天不时，谁都看得出来，就是巴结川普去搞什么首届世界足球和平奖，这不说了。那巴结的呢？那天不时，地不利啊。这美国没有那个玩那个足球的土壤嘛，美国玩的是橄榄球嘛，就是那个带钢盔的那个美式足球。再过来呢，人不和，为什么人不和？美国没有一个明星嘛。打足球，全国他心里要有共鸣，就是有明星在里面的，没有嘛，所以这是一场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然后现在所有的这个场地的这些酒店呢，大家哇哇叫，因为欧洲的旅客没来，南美的旅客也没来。对，所以有人认为世界杯这一场也是蛮惨的，然后尤其亚洲跟因为那边有时差，所以可能转播看起来也不够多啦。珍辉舰长怎么看？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报纸头条就是说这个美伊签了一个终战协议，然后我看到川普骄傲地说了以下这些话，我念给大家听哦。过去许多总统都曾经试图与伊朗缔结和平，但在我之前，他们全都失败了。如今这个地区的领袖首度找到一个能够协助他们实现真正和平的总统，就是他自己。我看完这句话，我只有一个感觉：人不要脸鬼都怕。为什么？我说给你听，你就知道。2月28号之前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今天他们希望解决什么状况？第一个，川普说我们希望打通荷姆斯海峡，2月28号之前没有塞哦。好，第二个，我们不再攻击你你伊朗的船，我不封锁你伊朗。战争之前2月28也没有啊。还有第三个，我们双方停火，这就是美伊最大的3项。至于去核呢，未来60天我们再讨论。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说的东西，川普所有努力的在2月28号之前全都不存在。那这个状况，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们今天3个人在这吃饭，吃得很好，川普走进来，啪把桌子给掀了，我们都不要吃饭了，大家都退开。然后川普看一看，然后这又说这个那个，然后我们3个人又坐下来再吃饭。然后他说：“你看看，我是多么对你们贡献这么的大，对不对？你们现在又能够坐下来吃饭了，就是因为我的努力。他努力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特别要说一下这个中东目前的情形它有2个情形使得它很难确保它的和平。他刚刚说的不是和平协议为什么很难呢？第一个，因为他那里武装组织是不受管制的，所以你很难说那个武装组织。第二个，伊朗现在没有一个绝对有权威的一锤定音的领导人。当这个国家缺乏这个领导人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三头林立，每个人都在抢领导，所以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意见。那他们能够达到跟以色列真正和平，我觉得非常的困难。好，那当然和平我们都希望赶快到来不过现在看起来恐怕还有一些局势上面的变化。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观众朋友们，持续要带大家来看是 G7 峰会哦。好，因为呢，反 G7 示威呢，现在在日内瓦登场。好，那当然看到了很多这个左翼抗议者哦，都是居多的女性组成，那挥舞着旗帜。好，那我们也带大家来看这个画面哦，反对 G7 跟反对法西斯、反帝国主义，高喊着抗议口号。好，那当然，抗议群众还当街放火来焚烧一辆特斯拉哦，所以呢，这画面相当的惊人。我们也带大家来看哦，这抗议特斯拉也不是抗议特斯拉，应该说抗议哦，居然去焚烧特斯拉，就烧得非常旺哦，到最后消防队员抵达的时候已经被烧到只剩下车架而已。好，那日内瓦这边爆发冲突，有数百名示威者还丢掷了烟雾弹、冲天炮哦，警方使用催泪瓦斯来回击，更出动高压水车来进行镇压。好，那抗议人士索基说啊，其实对他们而言哦，就是有钱人的聚会，所以他认为哦 ，G7 再次凸显的是富者更富，穷者遭到了遗弃。那 G7 现在啊要在法国登场嘛？那川普让盟友的峰会变成一个压力测试。那川普预计在今天抵达 G7， 然后他面对的将不只是一场例行领袖的峰会，而是一场美国跟盟友关系的压力测试。那乔治城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苦布钦啊，他说，川普第二任期的初期其实美国的盟友大致采着的是咬牙忍耐，对川普保持友善的策略。但是格陵兰跟伊朗形成了双重冲击，使得这个盟友转向能合作就合作，但必要时也必须要说不的态势。所以 G7 其实它原意是在希望整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要团结大家有合作的基础，但是却因为川普陷入了一个分裂。好，那 G7 也有分析师预计说中国会成为主要的议题。好，这是日内瓦的国际关系学者杜邦分析说，川普将考验合作伙伴与中国的长期竞争当中支持美国的意愿。好，川普的目标是对抗中国，那他想知道如何对抗中国，并保持主导的地位。那从渺小的熊猫到全球的巨龙，说从没有大陆的 G7 峰会恐怕会成为最大的错误吗？好，这是多伦多大学 G7 研究专家吉尔顿他形容说，中国大陆已经从1975年那只渺小而温驯的熊猫蜕变成一只全球性的巨龙。所以北京的分析人士更指出说，中国大陆对 G7 充满了戒心，因为它本质上跟美国领导的西方权力结盟，那也越来越像是一个将大陆视为挑战跟威胁的场所。那目前美国对于中国大陆还是非常的引以为戒因为你可以看到美国他们 CIA 还是有加大招募共军的间谍。好，这是美国 CIA 加大招募这个力度发布了一段全新的中文宣传影片。好，其实之前就曾经有发布过，这次又有新的。他们直接向共军的军官喊话，呼吁不满中国政府的共军军官联络中情局。那美国的官员也补充指出说 ，CIA 已经重新的建立中国境内情报网方面来取得进展。那在几年前美国曾经被认为失去中国大部分的情报来源。那有人就认为是不是川普政府对中国一无所知，感到非常的紧张所以加大的力度在进行这些行为好，那波音认输退场说，因为波音公司T7A 的红鹰教练机其实刚获得美国空军量产许可。但是波音毕竟是生意人他评估之后认为美国海军对新型教练机的认证要求可能会影响开发进度，所以因此决定退出他们这个系统的计划。那波音是第二家退出该计划的知名公司。那最近也看到美国的登陆舰测试放高空气球秒变情报监侦船那里头还藏着弹药成功的命中打击。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拜登任内其实这个高空侦察气球是让拜登蛮害怕，而且还击落中方的嘛那如今是不是也成为了川普的最爱？那好，一开始呢，我们讲到的是 G7 的部分。那这次是在法国举行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示威抗议潮。那这部分我们一样先问亮哥怎么看？ G7 已经连续2届都没有领袖宣言也就是说大家都是来沟通而已啦那他们一定会讨论中国啦，因为他们都指控中国产能过剩嘛，那导致
他们的工业出口碰到重大问题啊，还有国内市场啊，大家都有共同的问题啦，就是难挡中国的竞争力啦啊。那当然还有第二个问题啦，就对于关键矿产，大家如何协调一致？稀土，对，就是针对稀土啊，这两个议题大概是共同的问题啦。除此之外啊，我难以想象川普跟欧洲人能够有共识啊。这个都是针对中国嘛，针对中国他们会有共识，他们有共同敌人吗？哎，对对对。可是 G7 大家可不可以协调出一些发展经济的共同做法？我觉得这个我蛮悲观的啦，啊。实际上，美国哪有在理你 G7 啊？美国就川普决定就决定了，啊，而且 G7 其实给人家的感觉是没有什么执行力啦，还不如欧盟，不如美国自己啊，所以坦白说啊，主要还是大家相濡以沫，共同对抗中国啦。我认为这个基调还是主要的基调，啊，像欧盟最近对中国大陆已经展开一些市场的限制了，已经开始了啊。那美国就不用讲了，美国根本很多连开放都没有啊。比如说电动车，美国就没有开放啊，欧洲有开放啊。欧洲是说要定一些规则来限制它，那美国根本就川普说不让他进就不让他进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未来会陆续看到这样的会了。那都是相濡以沫，大家互相安慰，然后对抗中国用的，叫抱团取暖。可是没有办法抱团取暖了，因为不会有共同政策啊。所以我不是跟你讲，会后没有共同的领袖宣言，上次就没有了。你不要忘记，这里面还有一个国家叫日本，哇，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共同的议题？我觉得很难啊。除了稀土之外啦。还有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啦，怎么办啊？这两个大概都是核心问题。是，好，盛峰委员怎么看？这样子，我换一个角度给各位思考一些问题。我认为现在 G7也好 ，G6也好的开会啊，就是处球相对，骂尽天下了，然后什么事都解决不了。那两个人看好可怜啊，都是那个家好欺负我，处球相对，骂尽天下啊。为什么呢？因为来看几个数字是很悲观的。就是 G7 的综合生产力大概占全球30到33，中国大陆的综合生产力是占全球35左右。7个合起来，没有中国参加的 G7 啊，就是开个寂寞。我讲谁的话，你再来看，把美国拿掉，剩下的 G6，中国大陆的名义生产 GDP 啊是21亿啊，对他们6个合起来是23亿啊。假如呢，我们把名义拿掉，用实质购买力来看，那是43.5亿啊，对28亿啊。真的没有中国参加，他们几个是开个寂寞的，是吧？然后再来看，我们讲这个数字之外，再来看实质生产力，不管你是钢、你是铁、你是船、你是什么，点点合起来，西方为主的 G6、G7，假如不去面对中国正式的承载，而只是这一种处球相对，骂尽天下，什么事也解决不了，就是发表共同声明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最后一个我要来讲这个 CIA 的做法，请世界想一想，这个 CIA 的做法是对中国解放军的心理作战呢，或是实质的作为？我们先把它摆一边，请各位想一想，一个主权国的情报单位。对着另外一个主权国的军队公开号召他们叛变，然后来当间谍，你觉得世界可以不谴责这种行为吗？请各位再想想，一个主权国的情报单位对着另外一个主权国的军队公开，那这叫私私摸摸做也就算了，公开号召他们叛国来作为他的间谍。假如这个可以公开存在的话，那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但是全世界不讲一句话就不讲一句话，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的事情。
啊，大家点点当做没事一样。这个社会还有公平正义，这个社会还有道德标准，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所以我想就提供 G7 啊，没有中国参加的 G7 是疫情开个寂寞的会。那么呢 ，CIA 这样公然的做法，全世界漠视而不言的时候，就别告诉我社会有什么，国际上有什么伟大值得我们尊信的价值和道德。好，钟辉舰长怎么看？大家可能认为啊，包含今天节目这个版也说，大家好像说 G7 现在团结不在一起，最主要是因为出了一个川普，对不对？我记得上次委员说过一句话，他说的很好，其实美国为什么衰败，你知道？不是因为川普，是因为衰败的美国才会出现一个川普。我觉得这个 G7 是一样的。你们以为 G7 还这么厉害吗？ G7 从1975年成立，它最强的时候，这7个国家占的 GDP 哦，占全世界的68%。那个时间是1992年。现在呢，按照它的 PPP 啊，就是叫做平均购买力平均指数掉到了28%。那这要东西都有一个对应的嘛。好，你开一个香格里拉，我来一个香山。经济上面就是你来一个 G7，对不对？我来一个金砖。那金砖从成立的时候啊，它的这个 GDP 所占的比例大概只有24%。去年呢，占了多少？40%。你知道吧？就是金砖拉到了40%，这个 G7 从68掉到了28%。你认为你今天还在 G7， 你还觉得我们要好好努力团结吗？就好像我们一起合作做生意亏了，那还什么合什么做啊？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一直在走下坡，大家的向心力就会弱，这是一个必然。那这个时候又正好出现一个川普，大家就想来都是因为川普，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走弱。然后第二个，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瑞士的这个妇女在抗议 G7？我想瑞士是多么和平的国家啊！瑞士的那里漂亮成这样子，怎么会这么多女的上街？你知道？后来我一查才发现，那哪是抗议 G7？6月12号就是昨天，是瑞士的叫做女权主义罢工日。他们习惯性的所有的妇女会上街。那上街的时候，她为什么要上街？第一个，我们女生我们要同工同酬；第二个，我们结婚生子，你要给我一个托育假，要有一个我们女生要有参政权，我们反对你们歧视女性是什么什么的。每年6月10日，他们通通上街。那昨天刚好碰到了那个 G7 的会，然后左翼的就利用这个机会，所以那些什么烧车的那些坏蛋都是左翼，女孩子只是跟着走在那里，让人家去这样子去用到而已。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他的教练机哦，美国的这个叫做这个海军的教练机，就是海军的教练机，他要去做个大概100多架，那有4个来竞标。那第一个是洛马先离开的哦，因为你要知道洛马、波音都是2家大公司，另外2个是小公司。在洛马、波音的眼里哦，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约，而且美国海军非常的抠门，给的钱不够，他们一直在抱怨。所以那这2个去的时候，就是发现第一个洛马第一个发现，他要求的那个国产比率要超过某一个。那洛马现有的那一台是什么呢？是跟韩国合作的，所以他就知道。那当然，我可以改我这个东西，那改太花钱了。你这个钱才这么少，所以洛马第一个退出，接着是波音。波音它也有一个教练机，但是它是空军的教练机。那空军的教练机到海上，那完全是2回事，把那个盐分啦，它的那个起降啦，那个腿的那个强度，他觉得哇，那我花个钱去改它，